他在中国是中国的一种人，他在美国又是美国的一种人，他背叛的既不是利害国的利，也不是美利坚的利，是唯利是图的利。他绝对不像他自己说的那么非政治化，他知道他的处境是政治化的，他知道政治化为他谋利，他积极的迎合这个政治化去谋利。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 Talk Show。在最近刚刚闭幕的米兰冬奥会上，美国女子花样滑冰运动员 Alysa Liu 刘美贤拿到了奥运会金牌，终结了美国在该项目上长达24年的金牌荒。同时，谷爱凌获得了自由式滑雪项目1金2银。由于都是华裔混血，都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运动员，也因为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谷爱凌和刘美贤同时在中美两个的舆论场上被比较。谷爱凌2019年拿到了中国护照，自那以后开始代表中国参赛，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其雄厚实力的一部分。而刘美贤的父亲是天安门事件时被通缉的学生领袖，后来政治避难来到美国。两位女运动员和他们的家庭故事，刚好是这个时代并存的两种中国叙事的代表。感觉世界上最完美的编剧也很难写出这样的故事。今天我们一起聊天的是作家扎建英和YouTube 频道世界苦茶主理人李厚成。李厚成是从东京跑到纽约来，是吧？远道而来。3个水枪手，我们这是算什么呢？3个火枪火枪手，尤其是有这个扎老师在这，绝对是火枪手。火枪手，对。我想问一下，就说，你们有看这个比赛吗？这个冬奥会的比赛，以前知道不知道Alysa刘美贤这个选手？然后你们觉得？我是一下子变成了这个刘美贤的超级粉，我这他的那个看了好多遍，我觉得哎呀看得人心花怒放，特别高兴。我不知道建议你先说，你知道他吗？我是很多年前，其实可能是因为谷爱凌那时候刚出道所以有一个他们在加州的一个华人的晚会上，两个人同台，两个人的父母不是就是刘美贤的爸爸和谷爱凌的妈妈也在场，然后他们都讲了一番各自的这个怎么培育这个天才儿童的这个。你在场吗？那个我不在场，我在网上看到的我是知道，就他们还一起唱歌，还一起唱了一首歌。那个时候，那刘美贤还是一个小孩儿，对，还是一个小孩儿。我是那个时候知道的。我也是最近才知道刘美贤的，我以前也不知道这个人，而且其实我对于冰上项目的兴趣没有那么大，所以说我其实。尤其谷爱凌那个就更难欣赏，就是转体了。比如本来体操的人我就一般了，我一直有点 get 不到那个体操的美感什么。那么花样滑冰会稍微好一点点，但是其实也没有看本届，就是这个争议起来之后，我才关注到再去看一看的。那你们有像我一样的，就是看了好，我简直就是我现在的 Instagram， 然后什么之类的那个小红书，就是小红书，就是中美算法都已经捕捉到我多么喜欢看它了，几乎他不知道那什么时候的犄角旮旯里的视频都被他们推给我了。我也看了很多，你也看了很多，很迷人，很迷人。是吗？你觉得他为什么迷人呢？非常阳光，非常的当然是天才。然后也非常的就是有个性，有风格，就是他的个人风格非常强。你如果说他是很美国呢，还是很什么，其实都很难说，他就是他。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认为，而且那种特别自由的、快乐的，不是那种高压下的那种，就是要表演出最好成绩的那种感觉。也让我觉得特别能够就是有共鸣，感觉就是这种放松。他还去退役了是吧？他退休了，他先退役，他整个的人生就退休了。对，当然他的父亲的故事也是一个非常动人的，就是这父女两人的故事都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呀？自由的胜利是吧？没错，就是自由的很久没有这种让人觉得这么正能量。对，我看有人说的特别好，他说简直像这个感觉是重生小说，就是这个刘俊。从89年怎么穿越到了现在，突然成为一个世界冠军的父亲，说小说才能这么写。对，我看到一个就是那个巴丢草，也是他也年轻的艺术家嘛，在澳洲画家，他做的那个就是把刘美贤在前景花样滑冰，后面是64的时候。64一代的青年人在抗争，就是在赞美自由，对，就包括那个是 It's our duty 是吧？就是这是我的责任。那个人骑自行车的刘美贤是坐在外面后面的，是吧？后面的很多这还有在类的天安门广场上滑冰，对，就非常自然的把
就是中国当年那一代追求自由的青年，和现在的自由之花，就是他的父亲嘛，他的父亲现在养育出来的这么一个自由就是率性、阳光又是才华横溢的这么一个女儿。就放在一起，我觉得，哎呀，真的是感觉特别好。对，我自己倒没有特别被他这个个人特质感染。你说多么喜欢刘美贤，从个人上没有，但是我确实能强烈的感觉到他跟谷爱凌怎么可以没有？我是感觉到他跟谷爱凌确实形成一组镜像关系。也就是说，我觉得如果不是有谷爱凌作为镜子，这个事儿应该也不会火到这个地步。你觉得？对，我认为他们俩的对比是这个话题如此有争议性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而且我确实觉得他的个性跟谷爱凌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差异。我觉得谷爱凌现在越来越往那个外交部发言人那个角度上去了，他就是外交辞令，然后说些场面话，答非所问，就都是这些。那刘美贤跟他比就是一个很真诚的人，想什么说什么，我能够自由表达。就谷爱凌就觉得美国和中国同时束缚着他，他只能像外交官一样去搞一些那些玩意儿。那刘美贤就是没有任何束缚，那我甚至过去家庭对他有期待的束缚他也打破，所以我现在想说什么说什么，我想怎么做怎么做。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的，我能强烈的感觉到这种差异和这个魅力所在。我觉得也是因为谷爱凌的映照，这刘美贤显得甚至很多人觉得从面相上都有很大的差异。这两个人，对，那个刘美贤的她的那个 piercing 是吧？那个牙齿上的这个微笑的那个，对，而且她选的歌曲都是她其实说实话，如果说她是非常美国的，她其实也代表了美国的某种就是一种另类的趣味，就他也并不是非常主流，他穿的不是这种大红大绿的，他的选的歌曲也是这种就是对网络上的，而且他的同代的，比如说那个罗伟，就是也是那个冰岛冰岛和华裔冰岛人，对林冰，对吧？他也是混血的，就父亲是冰岛的，然后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一代的歌手，他选的那个就是花样滑冰的这个最后的那个最后那场，对，就用的是 Promise，所以他的趣味，然后包括他那个发型是那种 halos， 对，他们我对像树一样年轮嘛，他说长1岁对，弄一圈，长1岁弄一圈，其实都很 alternative， 所以这种审美就是说完全是他个性化的，因为他重新复出以后，就是他要求一切我来做，从音乐到滑冰，所以这个他跟谷爱凌的对比反差太大了。我觉得刚才后尘说的还是比较的温和的，说他越来越像外交官。我觉得他当年就是我开始第一次注意他，就是北京的那一次。我觉得那时候还不太能说，因为他只是刚刚18岁，也就是还是个小孩，他说的话可能很多就是大人，我甚至好善意的想，就是大人教他的。虽然他那些话已经够矫情了，而且非常配合就是中国的这种国家体育，然后为中国争光的这种叙事，然后有很多做的视频，他也是，就比如说他和母亲在天安门前坐着小轿车经过，然后就开始要唱《我爱北京天安门》了，就那个感觉。可是现在他已经22岁。一个斯坦福大学的国际关系的，对，快要毕业了应该是，所以他一个完全的成人，他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在这个角度上，他现在所有说的一切话，我觉得都要由他自己负责。我刚在纽时上面写了一篇专栏，就是写中美两国对刘美贤和这个谷爱凌的反应，他们互为镜像。因为在美国呢，那个就像你说的，刘美贤她的金牌被称为自由的胜利，然后呢，谷爱凌呢被美国有一些人称为叛徒，然后呢，在中国互联网上呢，就说经常可以看到这样评论，就比如说谷爱凌是中国的功臣，刘美贤是反华分子的后代。然后我想那个后尘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刘美贤夺冠以后，你观察到就是国内的这种社交媒体上有什么反应？大家都是怎么评价谷爱凌和刘美贤的？我觉得刘美贤她因为中国的这个互联网有强烈的这个道德叙事，就要大家找这个道德亮点来做。最开始这个刘美贤火是因为她安慰那个日本的那个花样滑冰选手，她在夺冠之后，大家觉得哎呦这个人真好，对吧？你看他很有善意，完了去安慰他，这个是他最开始上的一个热搜。然后第二个热搜就是大家觉得他心态特别好，大家觉得他是就像刚才你念的那个 intro 是这个应试教育培养不出来的，是应试教育的反面，所以中国人一看他就是心有戚戚，就觉得戳中了自己的点，觉得这状态特别好。
觉得正面都是这些啊，就是非常非常多。其实他也是，他最开始上热搜是以正面的方式上热搜，包括他在安慰那个日本事务选手上了热搜，而且都说是华裔选手怎么样，也是点出了他这个中国人身份，就是华裔的身份，不是中国人身份。然后之后马上出现反方有很多啊，反方呢，中国特别逗，我觉得中国每次一个体育运动，大家可能不是特别了解，但为了黑一个人，马上就要出现大批的新专家。可能是刚从 AI 上学的还是怎么着，马上就说这个是史上最没有含金量的金牌啊，说什么没有出现这个四周跳，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四周跳啊，反正他们突然就懂了，就没有四周跳啊，滑行动作怎么样啊，反正我也不懂，反正马上出现很多专家出现了，说他滑得不好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说这是美国人为什么要上热搜？真的还有这么有，就说这是个美国人啊。谷爱凌也是美国人，好吧？那谷爱凌在中国是中国人啊，对，他每4年当一次中国人，对吧？对，他是对 part-time Chinese， 对 part-time Chinese， 对，就说这个美国人为什么要上我们的热搜？我们为什么要关心一个美国人好不好？这是另外一种。然后马上就出现了，就以这个胡锡进老师为代表的，说因为美国那边很多争议嘛，Mark Rubio 和 JD Vance 都出来批评了这个谷爱凌，然后赞扬刘美贤，然后胡锡进老师就说这个双标。说这美国人的病态心理，小肚鸡肠。那中国很多网友也就接着这个来说，一个美国人双标啊，一个明明是个人选择，这肯定是我们一会儿要讨论的。说明明是个人选择，非要放在这个政治之下来对比，说是美国人小肚鸡肠，这是马上这又来了。然后我觉得还有2种，就是中国人，我觉得这些可能在美国的舆论场也有，但有2个只有中国的舆论场可能会关心的。第一个就是中国舆论场一直有一个词儿叫松弛感。就是在小红书上甚至有专门教你怎么拍出松弛感的照片，这事本身就很荒唐，对吧？你要故意装出松弛感，就是就很不松弛，但是要教你怎么装出松弛，因为在中国好像大家都比较精心啊，或者比较紧张，所以对，就觉得刘美贤身上有松弛感，所以很多人特羡慕，说哎呀这个很松弛。第二个就是中国人这个抖音上出现了大量教育学的内容，说啊这个刘美贤就证明了这个虎妈虎爸模式不对。他是在这个反对了自己的家庭，退役之后重新自己掌控自己的生活，取得了成功。就有很多人站在这个怎么育儿的角度，把刘美贤做这个典型，大量的内容再从育儿的角度讲，我觉得在美国可能比较少啊，真累啊。就中国大概是就刘美贤是这些，那谷爱凌自然就是，谷爱凌当然是，我觉得谷爱凌在中国是一个下坡路。你觉得是就反对他人越来越多，就是即便那个主帖内容或者主的那个短视频内容是夸他的为国争光这那的，评论区都是一片阴阳怪气，说啊是美国人什么，就是反正又不生活在中国，来中国赚钱，就是其实大家也其实挺明白的事。就实际上也是但我也觉得可能也和中国越来越民族主义越来越狭隘的这个一是狭隘关系，二是我也觉得现在经济下行，大家没有那么愿意一起共襄盛举，而且是不是最近是不是披露出来，就是北京体育对那4000多万那个大家也知道，谷爱凌身上花了4000多万，评论区也有说这个的，说这个，然后马上这个信息就被删了，对，北京体育局就把它拿掉了，但是这事儿已经出来了，对，一旦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信息披露越多，我觉得人们会感觉到这个事情没有最开始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对吧？接下来是付费推广内容，这是一段我的亲身经历。几个月前，我需要采访一位在中国的外科医生，讨论原研药退出医院的影响。但他原本用的一款加密通信软件在手机上突然无法使用了。有朋友推荐了 Mosave， 因为他在注册时不需要提供电话号码。我们很快在 Mosave 上重新取得了联系，顺利完成了那期采访。Mosave MOSAVI 采用端对端加密技术，界面体验对中文用户来说也比较熟悉。注册过程中不需要提供手机号或邮箱。使用前请根据自身需求并结合当地法律法规自行判断。您可以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搜索 Mosave 下载。感谢 Mosave 对本期节目的支持。对，我觉得刘美贤的这个事儿也挺有意思，就因为他爸不是89民运的嘛，然后呢89又没法说，然后这些人呢很想骂他，只能说他是反华二代，是吧？然后可是呢又不能说他怎么反华，这个就是特别的别扭，拧巴成麻花了。中国就是这样，对，因为他们就会说他辱华，这个辱华呢还不能写出来，就是 RH。
就是辱华，连辱华都不能写出来，就是 RH， 然后呢还是说什么呢？还用鞋子和胶水的表情包，谐音就是邪教，就说他那个爸爸就是曾经的前妻，是怎么什么是中共的什么一个骨干如何如何，就是我就说。这种扭曲还是太有意思了，就还有好多人在底下说你们这在说什么呀？这是什么意思呀？这个都是密码学的内容了。我就觉得这也是中国互联网的一个特别大的特色，就是我也看到有人就在说。这个刘美贤她最大的贡献可能还不是得了这个美国20多年来第一个女单这个花样滑的冠军，是让中国人很多的中国人都去搜索8964。对，但是可能也。效果有限，对，效果有限，这个墙防火墙太厉害了。而且我觉得对8964的那种负面印象已经基本构成了那个叙事在墙内。你觉得没什么？我觉得很难通过这个事儿扭转大家对于8964的印象，它不可能全面开放关于8964所有的视频整个的过程开放，那我觉得结论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如果只是局部的有限的。那可能很容易，这个对8964的理解和结论都是歪曲的，对吧？然后你就看刚才你举的这个例子，连语言的扭曲都这么厉害，就让我其实说实话，我看了真的觉得挺为中国人难受的，就是这么被语言被强奸到这种程度，还要用这种病态的。遮掩的语言去为一个强奸自己母语的制度和政权来辩护，就是多么的可悲而可怜，而且真的是太不幸了。我也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这完全不符合过去一切辱华事件的逻辑，对吧？一般辱华事件要么是攻击政治制度，要么是对中国人，比如小眼睛啊、眯眯眼啊这种被认为辱华，比如说中国的文化挪用，你弄一马面裙，现在什么都辱华。对，现在我觉得这个辱华这个太泛化了。你只要是批评中国政府，你就是辱华。中国政府等同于太泛用中华，对，这基本的国家，不等于一个政权，一个民族，一个文化不等于。一个党派，对，连这么基本的概念都搞不清楚，确实是教育的失败。就是这个英式教育都学的都是些什么？就是最基本的，你关于你自己国家、你自己的身份，都不清楚。所以在这个前提上，这种讨论，我觉得就是很荒诞。对，反正我就觉得刘美贤的这个讨论特别有意思。我真的在那看着，我觉得我真的太反映中国的互联网文化，中国的这种的自我审查，中国的审查制度，然后就是怎么叠加下去，就变成了一个奇观。就是外国人，如果你哪怕是中国人，你不怎么上网，你可能就看不懂，看不懂在下面都在说什么。这个语境特别深，对，语境特别深。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刘美贤夺冠以后呢，有很多不知内情的观众会问说，中国为什么不规划刘美贤？因为呢，中国一直在这个弱势项目上都有规划这个外国运动员的传统。就比如说在冰雪项目上，中国为了突击这个2022年的这个北京冬奥会，规划了一大批运动员。就是当时的男女冰球队的48名那个球员中有28个人是规划球员，其中有22个人是有中国血统的。这个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比如说美国，他们是无所谓你是什么血统，你长什么样子是吧？干什么的？谷爱凌当然是当年规划的这个典型代表之一。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北京体育局他们向那个谷爱凌和这个朱毅支付了很多的钱。那朱毅是天头，朱毅就100多万，100多万，对，朱毅是140，对，145万，谷爱凌一个人是4737.9万。当然这是就是北京体育局他说逆向，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钱到底有没有到他手里。就我觉得这里面有2个点值得讨论。第一个就是中国政府为什么愿意花费这么多的钱来去规划这些运动员，就是体育和软实力以及一个政府的合法性有哪些关系？第二个就是中国政府规划的运动员为什么基本上都是中国血统的？这反映了一个什么样子的心理？这个规划就是说，首先中国的体育是一个举国体制，所以这个。中国国家有钱了，国家用纳税人的钱来砸钱，砸到就是说最后得到的金牌又归功于国家，就是它最后实际上是一个绕的，就是钱是纳税人是普通人的，但是功劳和金牌是国家的，这已经是一个就是一个荒谬的一个事情。第二就是说他规划
就砸这么多的钱，还只能就是对一些有华裔血统的，因为我觉得这些人呢，可能毕竟他有一块软肋，就是我可能有中国血统，或者我有一张黄皮肤的面。这个是他的一个软肋，就是说我不是只是一个运动员，再加上砸钱，运动员的确需要很多运动是高投入的，就需要训练费非常高，然后他当然也花了这么多的苦，他要回报的，所以他也要挣钱的，所以这2点上，我觉得使得就是华裔的也有一些非华裔的嘛，为了钱去。但是谷爱凌为什么是其中一个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一个标本呢？就是说他自己明明是冲着这个钱去的，而且他基本上是一个美国的教育的产物，就是从小长大是这样，除了他暑假回学校但是呢，他的这个受的这个教育完全是在美国长大的，但是他肯定是冲着钱去的。中国给的钱多，然后在中国做广告钱多，然后国际品牌也看中了这个，又来就是名利双收。可是他的恶劣在于，他好像要说一些，就是说我是这个为了激励中国的女孩来进行冰雪运动，对冰雪运动，对我们且不说当年他在那个时候是中国的铁链女事件。就是最贫穷的这些女孩是完全不可能想象有这种出路的。第二，就是这种激励也是要在这种举国体制、纳税人的钱要遭受极度的没有个性的这种几乎是非人化的训练，你才能拿到以后，这个是奖是国家的，对吧？所以他接受了这一切，然后他又说我在中国是中国人，我在美国是美国人，然后人家说你背叛了。美国我背叛了，说你背叛了哪个国家？就是说我又是中国人，我又是美国人呢。他说的也没错，但是虚伪在哪儿？就是说他在中国是中国的一种人，他在美国又是美国的一种人。他背叛的既不是利害国的利，也不是美利坚的利，是唯利是图的利。就是他追的整个就是利益，他是。某一种中国人和某一种美国人的集中的代表是哪种呢？是乖巧的，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是算计的，是吧？是拜金的，是怯懦的。就是说他在美国敢于就是可以批判美国的制度的时候，他去声援另外一个。这次奥运会冬奥会有一个美国的运动员说：“我代表美国，并不。”表示我认同美国的这一切，美国政府的这川普马上骂他是个 loser， 人家最后赢了。可是谷爱凌马上我支持他，你支持个鬼呀！对，你在中国你敢你代表中国你敢批评中国吗？就这种漂亮话，就是已经22岁了，就是在4年前他18岁的时候，我觉得还不好，就是完全这么尖锐的用这种标准来衡量他。他现在22岁了。所以他说的这些话都是经过算计的，他是代表了中国和美国的2种最自私、最自利，而且最矫情和虚伪的那种人。你觉得他去选择去中国去，这个本身是错的吗？没什么错呀，他可以光明正大的说那给钱多，我就是冲着钱去的，怎么样？你的意思说他不要就是又拿了钱，然后还要那个把自己抬得很高，所以我说他虚伪啊。他就说为那么多是规划的，为别的国家代表的，为什么就骂我呢？是不是因为我太优秀？他就这种似是而非的，这太像中国。中国官方很多话语都是似是而非，就是你听着好像有道理，你马上晃范儿了。因为很多人是脑子是想不清楚这个的，不是因为他滑冰的优秀而不喜欢他，而是因为他虚伪，他明明是冲着钱去的，结果他说我是为了激励中国的青年，你们双标啊，你们没有把我当做纯粹的运动员，他自己完全是在冲着，就是他至少是当然最大的把体育和政治挂钩的，用体育来搞那是中国政府，但是他至少是一个非常高超的、非常精明的一个配合者，所以从这一点上讲。当然就要骂他，但是你觉得美国，就比如说美国那些人骂他是个叛徒，这个话我觉得我其实不是太同意的。就叛徒这个词，你说的骂他叛徒是叛什么呢？就是
背叛美国嘛？呀！你生在美国，长在美国，美国那是不是你在美国的培养之下弄大，但是你最后代表中国，这个背叛太简化了。对，就像JD Vance 说的，还有谁说的？JD Vance 没叫他叛徒，是有一个以前 NBA 的一个球员，真的对，美国有什么参议员了什么之类的，说他是为美国最大的对手敌人来那个支持。在一个非常粗糙简陋的层面上。我明白他们的意思，就是你明明是美国培养出来的，你为什么代表中国，对吧？但是在一个更细致，就我前面说的，他可以选择，如果这个不违法的话，如果就是说这里边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它是双重国籍，而中国一般是不给双重国籍的，为他特地开了后门，就是为了要他这个金牌嘛，又为他来做打民族主义这张牌，所以给他是一个特例，在这一点上。他也不能说完全是背叛了美国，他没背叛美国，就像我前面说的，因为美国并不是他的国，中国也不是他的国，唯利是图利害国，他不是利害国的人，也不是美利坚的人，他是唯利是图那个利益国的人，对他那个国他是永远忠实的，他没有背叛任何利益。我是很不喜欢叛徒这个词的，我不知道。因为你很讨厌叛徒是吗？对，我们不是都被骂成叛徒吗？我就觉得这个和共产党的这个逻辑就很像，这共产党的语言很像，不能没有关系。我觉得我做叛徒很光荣啊！你叛徒什么？这鲁迅当年就说了，中国缺少的就是抚摸着叛徒的坟墓，我不会背原话，痛哭的人。就是说，你要说你背叛的是什么？你背叛的如果是一个专制的政权。你背叛的是一个压迫自己本国国民的政权，这个叛徒多光荣啊！我都觉得我可能还不够格，我没有一直非常勇敢的做这么一个公开的叛徒，所以这个叛徒，我觉得我很厌恶叛徒，但是你要看你背叛的是什么。美国现在的这种的语言。让我觉得就是有点过于民族主义了，对，威权主义化、民族主义化的。当然，美国现在的这个潮流是非常令糟糕的呀。就所以，我为什么说我不认同JD Vance 说的话？就像我不认同川普骂那个美国运动员，那个美国运动员就表现了真正我认同的美国精神，就是说我是为我的朋友，我是为我自己的家乡的父老乡亲而比赛。我代表这个国家，我如果得奖，我在美国国旗之下获奖，但是并不代表我认同这个国家发生的一切，所有的一切。而且他特别说了，美国的现状使得他非常的心情非常矛盾。就美国现在政治上处在一个相当混乱和黑暗和撕裂的时代，对吧？美国也有这种非常就是排外强权、威权。腐败的种种乱象，我们不认同这一切啊。对，来后尘来说一下。对不起，扎老师，你想的非常的义愤填膺，说的很好。赵老师这个状态特别好。对，我们需要。对，我觉得规划，我先从规划说起吧。我觉得规划很有意思。我觉得美国跟中国人面对规划的想法是非常不同的，因为这个中国一直在体育上有比较强烈的种族主义讲，比如说刘翔啊、苏炳添啊，我们都说代表证明黄种人能怎么样。对，所以我们是有强烈的把这个种族主义、国家主义连到一起的。但美国其实还好，你看美国短跑名将都是非裔美国人，很难说这证明白种人能怎么样，也证明不了。他本来就是一个那个国家球队里拉丁裔、这个非裔、白种人都有。所以中国肯定是有这么的有这样一面的。所以我觉得中国以前对于规划非黄种人的运动选手一直是半推半就，就算规划回来也很难取得民众的真正认可。像之前足球队一口气规划了好多巴西人来，那个中国血统近乎于无，很多球迷是不买账的。就是你多这人来踢的又怎么样嘛？就踢了亚冠，觉得是假的。对的，这东西就是走捷径。但我觉得体育局领导们肯定特别希望，对吧？因为体育局领导有 KPI 嘛，要出成绩嘛，比如能打进。最后也没打进世界杯啊，但如果打进了，那体育局领导对他们来讲，他们没什么种族主义，他们只有 KPI 主义，这事儿能行就。比如说，为什么上届冬奥会一口气规划那么多，这届冬奥会就都没有了？这届冬奥会只有1-2个人还在里面，其他全部都已经干别的事儿，退役的退役，要么代表其他国家出战，甚至上次冰球队有好多就是完全没有这个亚裔血统，没有中国人血统，纯外国人，纯老外有6个人在冰球队里面，因为上届是北京冬奥会嘛，就
紧着要出成绩，所以说。但是他们也只是临时规划，临时规划就是，我给你比赛，然后我拿了钱走人，对，走人，我还做我的哪国某某国，美国人也好还是什么，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没意思，就骗傻子的一种游戏。而且我觉得中国近几年的规划其实挺失败的，比如足球弄了那一堆，最后世界杯没打进。篮球规划那个黎凯尔以前是 Minnesota Wolves 的那个球员，最后也亚洲也越打越差。你是个篮球迷是吧？哎，对，他越打越差，越打越差。那冰球队甚至几乎规划一整支球队，对，最后也没拿奖牌，所以其实都失败了。这群人该怎么走？这体育局领导也没行。所以他们的规划就是中国护照是随便可以给的，可以随便拿回来的，是吗？可以拿回来，反正这些人也不忠于中国。那我们再说一个问题吧，就是在这么多骂谷爱凌的这个声音中啊，也有很多的美国的左派或者是亚裔美国人，他们认为这种骂他叛徒肯定是不对的。还有呢，就说这种的对比，把他们俩做对比，实际上是这种好移民和坏移民的，就是一贯的就要往这个亚裔美国人身上去来加的，尤其是这种的华裔，这种中国人，现在就做中国人，因为有中国政府这么一个强大的祖国，就是这个里面的，我不知道你们俩怎么来想。这里面的这个争议，你们怎么看？就是他们认为就不应该对把谷爱凌放在这个上面来考。我觉得谷爱凌是逃不开这个东西的，就是她可以不迎合中国政府，或者有限度的迎合中国政府，但谷爱凌是相当积极的在迎合中国政府的。她拍了一系列的纪录片 CCTV 的内容。冬奥会期间，他在网上，别人说为什么你不提中国的事儿？谷爱凌说，中国人都可以下载 VPN 啊，在 App Store 里免费的都可以用啊，中国没有问题啊。就是也就是说，很多能力，新疆我们刚才讲的，他的新疆问题上那个表态，还有包括彭帅事件表态，比如他彭帅的下落，他说彭帅一切安好，而且没有遇到晋升，而且现在彭帅出来了，很高兴，我自己只是个运动员。你刚才我觉得赵老师说的特别好啊，美国的事儿他就知道能骂，他说我声援那个运动员，中国这事儿他就知道不能骂。还有黑命贵的时候，他也对黑命贵，对，所以这人特清楚，包括双重国籍，他自己知道，他一定知道中国不能双重国籍，他知道自己被特殊对待，然后去人民大会堂他也愿意去，你要想骂不去是能不去的，我觉得，也就是说他迎合中国政治宣传，当这个海外华人报效祖国这个事儿，他特别愿意，他也知道这事跟他的商业价值有极大的关系，他都愿意。那他生活中有一些小的事情做不到，他的自己私人生活无法跟国家对齐，这个无所谓，大方向他都愿意做，也就是说他绝对不像他自己说的那么非政治化，他知道他的处境是政治化的，他知道政治化为他谋利，他积极的迎合这个政治化去谋利，所以我觉得这个跟美国的一些人的那个种族歧视呀这样子完全没有关系。我要说一下，这个美国这种左派的这种脑子真的是完全不清楚，想不清楚，他们这种实际上是一种 condescension，就是说我们要保护华裔，居高临下说这个华裔很弱啊，我们一个华裔谷爱凌既然是华裔，我们就不能批评，凭什么不能批评？你们把华裔看得太弱了，华裔里边有非常勇敢、非常厉害的人，你们要用同样的标准。跟美国其他白人所有人一样的标准来看，如果这个人，如果谷爱凌这个华裔啊，这个亚裔是一个非常恶劣的、算计的，甚至是背叛了美国的某些核心价值观的人，你应该指出来，不要网开一面。你这样对华裔是不公平的。华裔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弱。就是说我们经受不起啊！如果我们里边有一个败类啊，我们也要遮着它啊，我们假装这没有啊。我们不能说这就是一个 bad egg 啊，每一锅里边每一锅粥里面都可能都进几颗老鼠屎。我这说的可能有点过了啊，我也没有说它就是老鼠屎。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想一碗水端平，你要想不搞种族歧视，你就把华裔当做美国人的一份子来看就行了，不用双重标，不要这才叫搞双标。但是我觉得谷爱凌有一个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我觉得谷爱凌，我在想她的这个选择可能是她妈做的这个选择，就是她妈妈不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嘛，外婆就是两个世界最好的东西都要。就是实际上是以前的全球化是吧？全球化一代可以做到的。
但是过去10年，这个大国崛起是吧？这个大国竞争的这种抗争的这种格局下，他实际上是他妈给他做了一个不可能的选择。就是说他从商业上非常完美的，对，就可能你可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就是如果是在10年前、10几年前的时候，就是全球化，大家都是have the best of the both worlds，是吧？这英文就这么说嘛，两个世界最好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拿来美国读书，然后在美国工作几年回去了，然后在中国怎么样？我不就是这样吗？而且我觉得啊，就是说他在斯坦福读书，我去过斯坦福，就是当年我女儿去挑上哪个大学的时候，我就跟着去了嘛。我们正好在加州旅行，就去听了。他这个选学斯坦福的那个就是要吸引你们最好的来我这儿读书，他整个的那个演讲就是一个成功学，而且这个成功学的。非常主流，就是他又在硅谷的附近，就是说你来我这儿读书啊，一个是我们体育型啊，体育也是一个要往里砸钱，对吧？再一个是硅谷，就是创业，这高科技的，我们是要成功。然后我女儿听了一半就走了，因为她是要学艺术的，那个艺术学院根本就放在边上，非常边缘。然后转身就走了，去上了芝加哥大学。要不然中国的那些做那个互联网的这些大佬们的孩子们。都要放斯坦福，这非常符合中国的这种成功学，就是父母盯着哪个这些常春藤大学里边，斯坦福是一个特别的，因为它就是这种主流的物质的世俗意义上的名利双收的成功学的一个代表，所以就在这个选校上。你也看得出来，这个家庭就是他的妈妈，他的外婆给他就是算的之精美啊。然后这个小孩也很争气，他真的是一个早熟的一个非常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啊，就是他很会知道怎么打这张牌，然后该说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在哪儿不能得罪谁，在美国可以得罪谁，他都是门清。这个人，很厉害的，真的是很厉害的。他的才华真的不只是在体育上，在政治上，他是有政治天分的。但对斯坦福有害。他作为一个斯坦福国际关系的高材生，被问到新疆问题时候说：“哦，这个我不知道，要亲自去才知道。这个我没有了解。”我要到亲自去看访，要和10个直接的消息源来说了话，然后可能要花一辈子才会了解的一件事。你就说他这个话有多么的，就是精明，就是他貌似我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态度，就像我对运动一样，对新疆的问题我要有专业性精神，我要研究一辈子我才能发言，我可不能轻易发言。这个算计就另外有一个跟他鲜明对比，你喜欢篮球，就 NBA 有一个。就是前 NBA 的球员叫他最后改了名字，他其实是土耳其，就是那个 Enes Kanter，骂谷爱凌那个人。Enes Kanter 前几年在入籍的时候，他也被规划了啊。这个规划是所谓就叫 naturalized， 就是入美国籍的时候，他把他的姓改成了 freedom， 因为他说自由太重要了。他从小长大，他曾经在就是土耳其什么这种，他家庭也是一个少数族裔嘛，受迫害。是库尔德人吗？他是库尔德人，他父母是可能是在土耳其的库尔德人，我印象里是这样啊。然后呢，所以他就是出来，他要为这个少数族裔库尔德的权利，所有的专制权利，他反那个埃尔多安，他为新疆的维族人受迫害呼吁，香港他也呼吁过，香港他也呼吁，所以他对谷爱凌有直接的批评，就是你怎么能够代表一个这么践踏人权的国家去，他这个背叛是指的不是你背叛美国，你背叛了人权，对吧？所以也有这样的运动员，他穿的也很有幽默感，他穿的一双鞋就是好像叫很有名的，在网上你去查应该可以查到，就是这个它叫自由鞋，那球鞋上的设计好像又是巴丢草设计的，就是一个是叫 Free China 让中国自由，另一个是一个维尼熊在他的球鞋上踩在脚下，对，踩在脚下，所以这个鲜明的对比，同样是体育。对吧？你也可以说同样有政治性，体育永远是有政治性的。对对对，你那我们从纳粹奥运会那个奥林匹亚就看出来，那多么又体育又审美又政治。对对，你不可能剥离的。所以我觉得谷爱凌呢为什么我说是她的那个妈妈给她做了一个不可能的选择？就这些人啊，那都是18、19年的事情了，是吧？对。
那个是10年前，就是上一个时代的事情了。对然后谷爱凌是在一个新时代，然后还要做上一个时代的事情，所以他就现在要面临这么多的他现在这个困境批评肯定是有这个地缘政治的影响。有地缘政治，但是他自己在里面如鱼得水啊！我觉得他玩的很好啊，就是他在美国当美国人当的也很好。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有一堆这样的美国人啊 ，LeBron， 这种就是说打美国牌，然后在中国挣钱，在美国打美国牌，然后说着一些漂亮的全球体育是连接各个国家的人，这不是谷爱凌说的话，我觉得他也是巧舌如簧，学的也很快。就这些便宜话，别人也说过呀，这种人哪里都有，所以我说他们不属于，你不能归于他们是不是美国人或者是中国人，他们就是一种唯利是图的人。然后你看这个另外一种人，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刘美贤，你也从他身上可以看，他实际上也是，我觉得是就是继承了一种中国人里边，我们都认为，中国这专制历史太长了，可能他只能代表美国的精神，但是他身上绝对有他父亲的血液，对吧？他是，而且他又是一个经典的美国是一个大的移民国家，他是一个经典的美国人，就是一个一无所有，一个逃避政治迫害的人，他跟200年前的美国的先贤来的人是一样的，一路人，这是一类人，就是他们一无所有，在别国，在母国受了政治迫害，到了美国这个从头做起，然后自己靠个人取。他这5个孩子曾经，后来刘美贤也回忆说，他非常温暖的回忆，就是小时候家里面一直长大就只有一室一厅，因为虽然说他父亲是个律师，他也是个移民律师，他挣的钱都砸在这个女儿身上。我看了他爸那个接受的采访，就是这几天，他说我是最穷的律师，他说我们一直很多年，我们家里面就是3张双人那个上下铺，然后我们就6个人就是住上下铺的。我想着哇，真是太不容易了。但是他说的时候乐呵呵，这个人也很有幽默感。我就说不要看不起中国人，中国有这样非常优秀，就是他是中国四川人，我觉得四川人是非典型。我正要说四川是非典型的中国人的，四川有很多非典型，对，就是这种非常就是自我做自己，对，有勇，对吧？有信有义。对，这个人真是仁义之，这就是孔子人性的光辉啊！不管是在全世界哪里，没错，哪里都是这样。对，就是他是又是这么的，又还有幽默感就是说起来，他说那个女儿后来长大了回来说，我不要你来参与了。然后人家采访问他说，那你作为父亲，你是不是有点？有点心酸呢，我是有一点点心酸了，就是 definitely hurt， 对 ，a little hurt，I'm a little hurt。可是他的育儿学就是你可以看出来，真是中国也有这样的人，就不只是虎妈，我对虎妈非常讨厌，就怎么就变成中国教育学的代表了？中国教育学代表是孔子啊，那个是放松式的教育啊，要去晒太阳的，要在山坡上，要在青山绿水之间要学习，对吧？哪有是现在这种英式教育？这完全是就是奴隶了，变成学奴。这个爸爸就不是这样，我就放养。这个爸爸特别有意思，他们还问他说：“哎呀，那你女儿那个得了金牌以后怎么样？”他说：“哎呀，实际上啊。”我也只见了他10几分钟，还是等了1-2个小时，和20多个人等了好长时间，然后大家见他一起见了10几分钟。我回来了以后，我再也没有见他，我就觉得哇，特别淳朴，是不是非常淳朴？而且我看的那个镜头，就是他最后得金牌之前那场表演，就是他带着另外4个孩子都在那个站台上，对，就这么一个硬汉。就他穿的衣服，我觉得肯定也是经过选择，因为那个是美国国旗的颜色。对，就是我看到他有一刻，他都忍不住要落泪。就是那个他那个得了金牌了以后，对，升美国国旗，奏美国，他也掉泪，这很多人都看到了。对，非常感动。我看着我都觉得喉咙发梗。对，我就觉得这家人的这个故事，我就特别喜欢。对，为什么我就看那么多这个刘美贤的各种的采访，他在那说他自己是一个，他认为他不光是中国人看着他那么放松，觉得非常羡慕，美国人也很放松，因为没有人可以在奥运会上那么放松，因为为什么有那么多失误，就是因为大家都很紧张。他说我就不想我是来竞争的，我就认为我是一个 independent artist， 我就是一个自由的艺术家，独立的艺术家，我来这就是来表演的。他说你去唱歌的人，你们不去给他打分的。我觉得这个心态简直是不得了，而且这就是我要说，这是新一代的，就是华裔的后代
但是他是美国人，你不要说就是说一定要让他强调他自己是中国人，或者是我就是美国人，他就是他。而且这一代就我看到了，就是能够超越这种国界。我们以前讲过啊，就是中国人都有中国情节，尤其是我们这些所谓读过一点书的、受过一点所谓爱国主义教育的，是吧？你就是在海外很多年，你永远忘不掉你是好像你还是一个中国人，有中国血统，你还是有中国情节。背井离乡，其实很多人都是背井离乡，就背着一口叫做中国的井，永远从这口井里边看世界。对，我觉得他们这一代就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他就是做中国人，他做了这种人，做了这么一个自由的、勇敢的、快乐的人，他就不仅给美国的青少年，他也给中国的青少年看，让他们看到了人是可以这样做的。对对，你不见得就说你停了2年又怎么样了，你不练2年又怎么样了，你回来了练2年你又是奥运冠军，所以你不见得整天都是，就是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有这个焦虑症，都非常焦虑。实际上真的我觉得他最好的一个榜样就是说，大家都不要那么焦虑。对，而且他善良，他对另外那个人就前面哎呀太好了，说的非常好，太喜欢了。而且我觉得他就是得了金牌，如果他未来过了若干年他不想滑冰了，那也是他自己的选择。他都没什么发一次馆，我就说的人家，你看谷爱凌完了以后发的多好，又去米兰去参加时装周了，是吧？会炒作呀，发了无数多。谷爱凌那一算是发了删了发，这边不对，还发了删了发呀。经常有在中国引发争议了，他给他删了，然后过了会儿又想发又发，是吧？然后这个刘美贤，我就觉得，哎呀，你多发2个，我太想看你的状态了，然后他就不怎么发，一共发2条。